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珠海航展，我带着富士 XT50和索尼 A7C 两台相机参与拍摄，分别搭配了富士 XF70 至300 f4.5.6 和索尼 FA70 至200至 M 类镜头。虽然并没有选用常见的超长焦镜头，但依然收获了不少惊喜。中短焦镜头能打飞机。一般来说，拍摄战机飞行需要200到600毫米或100到400毫米这样的长焦镜头，特别是在天气晴朗、飞机飞行高度较高的情况下。然而，这次航展期间天气并不理想。我那天在金凤台，全天多云阴天，还不时伴有阵雨，导致战机飞行高度较低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其实200这样的中短焦镜头反而派上了用场，不仅画面没有因为焦距不够而受限，甚至还有很多直接爆框的意外惊喜。这次拍摄航展，富士 XT50 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。富士 XT50 搭配 XF70 负300毫米镜头的表现也超出了预期。虽然在对焦速度和连拍能力上与索尼 A7C2 相比仍有差距，但相比之前的富士机型有显著提升，对焦成功率可以达到7到8成，在阴天和飞行高度较低的情况下仍能精准识别和捕捉战机，这对一台定位娱乐级的相机来说确实令人满意，难怪富士最近卖得这么火。总的来说，这次航展的拍摄体验让我深刻体会到 AI 技术为相机性能带来的强大提升。在 AI 技术加持下，无论是索尼 A7C2 还是富士 XT50， 都让非专业爱好者的拍摄变得更加轻松自如。我这套双机组合不仅提升了拍摄的灵活性，也让我有机会从不同视角记录下航展的震撼瞬间。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珠海金凤台摄影公园，入场费是200块一位。这个公园就在航展机场跑道对面，如果不看展馆，金凤台是首选。虽然天公不作美，但现场已经人山人海，目测大多数是摄影发烧友。这种天气下，如果不是军迷或摄影发烧友，大概很难坚持去拍摄。普通人来金凤台简直是受罪。塑料袋，以防飞走，影响飞行安全。提示各位观众，保管好自己的塑料袋，以防飞走，影响飞行安全。温馨提示各位观众，保管好自己的塑料袋，以防飞走，影响飞行安全。你都没雨嘛？你往这一坐，这个不提示各位观众，安全。对，看这边是吧？各位观众务必保管好自己的雨伞、塑料袋，以防飞走，影响飞行安全。
众务必保管好自己的雨衣、雨伞、塑料袋，以防飞走，影响飞行安全。温馨提示，请各位观众务必保管好自己的雨衣、雨伞、塑料袋，以防飞走，影响飞行安全。现在是早上10点半，飞行表演差不多开始了。虽然天气不佳，但这点雨应该对军机没啥影响。这届航展飞行表演只有2支队伍来参展，一个我朝的，另一个就老毛子的俄罗斯。早前几届我记得还有英美欧等民间飞行表演队会来参加，但这几届已见不到西方飞行表演队，仅有2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航空展显得有些单薄。如果这届航展没有歼35、歼20和歼16现身，我相信不会吸引这么多军迷从全国各地赶来。在欣赏飞行表演之前，不妨先一览军迷和摄影发烧友所携带的各式摄影装备。这次航展拍摄分为2天进行，分别是14日在金凤台和16日在航展展览会现场，票价分别是200元和500元，加上来回公共汽车车票的100元。看飞机的成本确实不便宜，但即便如此，门票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抢购一空。如果不是因为热爱，我想不会有这么多人专程来观展。据官媒统计，公众日期间每天超过8万人入场，而且有趣的是，除了以往以男性观众为主之外，这次观展人群中还多了不少小姑娘和大妈，甚至还有拖家带口的家庭观众。这不禁让我好奇，国内的小姐姐和大妈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飞机、大炮和坦克产生兴趣的？
飞行表演正式开始。让我们先来欣赏索尼 A7C2 搭配70到200毫米 GM2 带镜头捕捉到的精彩瞬间。首先登场的是国产的歼16战机。可能是天气原因，歼16战机飞得很低，用70到200都可以满框拍摄。索尼 A7C2 有 AI 识别功能，只要启动 AI 识别设定为飞机，只要将镜头对着飞机，相机就能锁定，成功率达到夸张90%以上。可以说，配备 AI 对焦辅助的相机相比没有 AI 对焦识别的相机，使用起来明显更加轻松和高效。正是因为 A7C2 拥有 AI 技术价值，我果断将原来的 A7M4 除掉，换上了 A7C2。尽管 A7C2 是 A7M4 的青春版，但它的 AI 对焦实在让人无法抗拒。随着战机低空掠过，我甚至能闻到一股飞机发动机排放的尾气。这种味道有点像老旧拖拉机启动时散发出的气息，让人瞬间感受到机械动力的原始冲击力。可能是受天气影响，14号那天歼35未能进行飞行表演，稍显遗憾。歼20倒是飞了，而且还不止一架。这是我朝的运20加油机。眼前的就是国产歼20，无论是歼16还是歼20，外形和美系战机真的有几分相似。这两部歼20飞得比刚才那部歼16要高一些，镜头打到200端也没爆框。据官方介绍，歼20战机的飞行成本高达30万每小时，一趟单程飞行基本要花费120万。
飞行表演向来是航展的重头戏。本次珠海航展现场每天有4小时飞行表演，除了飞行表演外，还有多款作战飞机、民航客机同台竞技。现在见到的是我朝的81飞行表演队。这次表演的81飞行表演队由6架歼十战机组成，在飞行过程中还进行了精彩的喷彩烟表演。
除了空军81飞行表演队外，还有空军航空大学的红鹰飞行表演队。红鹰飞行表演队使用的机型是国产的 K8教练机，这是一款由中国航空工业320厂研制的亚声速喷气式教练机。接下来的飞行表演队是俄国勇士飞行表演队。据官方介绍，俄罗斯的勇士飞行表演队是时隔8年后再次亮相珠海航展。这回勇士飞行队携6架苏 35S 和1架苏 30SM 亮相珠海航展，这也是勇士表演队换装苏 35S 首次在中国亮相。接下来的拍摄由富士 XT50 搭配 XF70 300完成。这套富士装备的表现非常出色，相比上一代，富士在对焦速度和成像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，拍摄成功率也达到了7至8成。虽然整体表现稍逊于索尼 A7C2，但依然令人满意，表现可圈可点。眼前就是俄国的苏57战机。苏57和歼20一样，都是双发重型隐身战机。与歼20相比，苏57的口碑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。一方面，它被认为在隐身性能和综合作战能力上不及歼20；另一方面，支持者则强调其超机动性和独特设计的技术优势。这种争议也让苏57在国际军迷圈中始终充满话题性。但苏57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俄系武器在俄乌战争中的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，这让外界对其实际作战能力产生了质疑。尽管苏57具备超机动性和先进设计，但俄系装备在俄乌战争中的拉胯表现，已严重削弱了其国际声誉和市场认可度。富士 XT50 这次拍到几张让我挺满意的相片，比如这几张苏34超音速飞行时的产生的音爆现象。
实话实说，虽然富士 XT50作为半画幅相机拥有高达4000万像素，但在画面质感上还是无法与3300万像素的全画幅索尼 A7C2 相比。照片在手机上观看时，这种差别可能并不明显，但当你将图片在电脑端放大到100%查看时，差距就会一目了然。因此，如果你偏好放大图片欣赏细节，半画幅相机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全画幅才更能满足你的需求。最后这几张是我国自主民航客机 CA909 和 C919。商飞 C909 和 C919 是中国国产的联款客机。C909 最大座位数为97座，而 C919 标准配置为168座。目前中国商飞客机有3款客机，分别是 C909、C919 和 C929。以919为例 ，C919 各个系统供应商基本全都是国外，而且大部分来自美国。动力系统来自美法合资的 CFM， 航电系统来自 GE， 飞控系统来自美国霍尼韦尔，机体来自美国铝业，导航系统来自美国科林斯，起落架来自瑞士利伯海尔，高升力系统来自美国穆格，燃油和液压系统来自美国派克汉尼芬，环保系统和辅助系统分别来自瑞士和美国。可见 C919 就是大飞机的领域的 PC 机，就是以国外软硬产品为主的组装机。好了，本期的飞行表演片就先到这里，下一集将带大家走进场馆内部，敬请期待。